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不知不觉又到了6月份，觉得今年的时间过得真是快呀。那随着5月的过去，我家的月季玫瑰也跟着落下了帷幕，现在基本已经修剪完了。看上去平静的花园，其实底下却暗藏着生机。许多夏季绽放的草花类植物，现在已经开始到最后冲刺的阶段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家花园在6月初的情况吧。那说起月季玫瑰的修剪，我在去年的这时候呢发过一个视频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屏幕右上方的链接观看。那说一下今年我对他们的思路要求，就是充当一个很好的绿色背景板，我也不强求他们要多开花，复花要再度爆花之类的，我就希望他们能够健康的在那里有枝叶繁茂的样子。因为我在今年对我的花境区域做了很多的调整，我尝试搭配在不同时间开放的植物，希望能够在不同的季节都能够有一个变化的景色。因此大家也可以看到它们基本是保留了原来的形状，我只是把残花给剪了，稍微回调了一下高度。那它至于是不是很整齐的开放，里面的一些细枝或株形，我就不在夏天这个季节对它进行过多的干预。整体的株形调整我会推到冬天的时候再进行。那我们看一下前面现在都有哪些新的植物露脸。旁边的这一株呢，就是毛地黄毛地黄真的是非常优秀的花境植物，它在花园里面这样竖线型的形状非常的抢眼。这几株毛地黄是4月份的时候才买回来的小苗，当初就只是在一个4寸盆里面，那我是把它放在花盆里面栽种，然后这里的位置其实阳光还是很强的，从中午到日落这里都能够晒到太阳，这样的话它的花剑就会非常的饱满。我也有几棵其实是种在我的背阴花坛里面，那几棵就很瘦弱，因此呢，我觉得毛地黄它其实需要4个小时它才能够开得很好。那我想我明年可能会调整一下我在其他位置的毛地黄它种植的地点，让它能够接受更多的光照。再有一个是毛地黄在我们这里其实是多年生的植物。除此以外呢，它其实也是自播性很强的一种草花，地栽的话很快附近会形成很大一片，你可以把它移栽到你花园的各个地方。这一个玛格丽特菊简直就是草花中的战斗机，我记得它是从1、2月份就开始开放吧，它好像一直都没有停的样子。那我想重点介绍的是在旁边的这一棵，这是我在冬季花境搭配的时候介绍过，它这一个是 Cape Fuchsia 南非吊钟花吧，它的花型是那种像吊钟花的花型，很可爱。有点像是那种古装剧那种宫灯的样子，就是一个杆子上来很多排画很多小灯笼的那种感觉，恰好也是非常的融入整片的花境。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深红色的是 Cosmos 波斯菊，那这又是一个特别的品种，它的名字叫巧克力波斯菊 Chocolate Cosmos。 它整体从颜色以及气味上都像极了巧克力，深棕红色的花瓣带有一股淡淡的巧克力的味道，非常的特别。而在这一棵 Cosmos 的后面呢，还藏了一个赤草，也是我今年新种下去的。那我们回看这一片现在正在6月初绽放的花景，它有深红色的 Cosmos， 橙红色的南非吊钟花，后面的还有玛格丽特菊，整体的颜色还是非常好看的。而它在后面呢，其实还有一个正在开放的月季，那是 Stay of Grace。Stay of Grace 是在今年初才种下的，它代替的是马克西亚加尔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一个非常温柔的橘粉色更搭配现在的这一片风景。
那看了那么多红色系，那我觉得整片的花径如果只有红色的话难免单调，因此呢我是在中间穿插种植了蓝紫色的花卉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是这一个在我们这里非常常见的是鼠尾草，这一种鼠尾草它非常的耐旱耐晒，且耐阴性也不错，觉得是一款非常适合加州的蓝紫色的搭配植物。它是树线型的花序，开放的时候能够吸引许多蜜蜂前来采蜜，对环境也很友好。这一个很容易扦插，我从最初的2-3株，现在在我的院子里已经分布在各个花坛都有。除了鼠尾草，接下来的这一个白紫莲也是蓝紫色的。那在白紫莲的旁边，这一朵非常明媚的紫色，则是东方虞美人。东方虞美人其实是英属属，因此呢，你可以发现它的种荚跟英属其实还挺相似的。今年我一共收集了3个不同的品种，包括是橙色的，这一个是深紫红色的，以及是一个红色的品种。这是我第1年种这一个东方虞美人，因此我还不是很确定它的性状。不过因为这种都是1年生的草花植物，因此呢，我会保留它的种荚，看它能不能在我这个花园里完成刺播的过程。紫花琉璃草，粉色的月见草。我们回头再看一下这一片由不同草花交织而成的这一个画卷。那我们随着镜头向前，在这里也有一款蓝紫色的花卉，那就是这一颗刺芹。刺芹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植物，它的花是由很多尖刺组成，在未成熟的时候是绿色的，等它完全成熟了以后则是变成蓝紫色。这一种刺芹它其实长得挺高的，就是它适合种植在花坛的背部。在它的旁边，这一个非常清新黄绿色叶子的正是洋甘菊，黄色的叶子搭配后面蓝紫色的花茎，非常的相称。除了蓝紫色的花茎植物，白色的山桃草也开了，纤细的花剑，灵动的花瓣，就像是一只蝴蝶飞舞在花园当中。山桃草真的是一款非常优秀的适合花茎搭配的植物。在刺芹随风摇曳的映衬下，整个花园都多了一份层次感。我想这也是草花植物在花园中最重要的作用吧。除了常见的草花，其实有一些蔬菜也能形成非常美的风景。例如前面的这一个白色的伞状花序的，正是香菜。透过香菜，我们可以看到后方的玛格丽特菊开得正盛。那走过这片拱门区，现在还在开放的这一棵是伊蕾莎斯特。伊蕾莎斯特今年是我院子里开放最晚的月季品种之一，也许是因为它的花苞真的数量很多，而它所在的位置又只有半日照的缘故，因此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积蓄能量，让花苞开放。它的花是那种粉色底白色的条纹，香味没有很明显。不过呢，它最大的特点是它完全没有刺，很光滑整个枝干，而且它真的非常的健壮。去年当我买回来的时候，它仅仅是到我肩膀的高度，仅仅1年时间，它已经能够爬到拱门的顶部，真是非常的惊人。在伊蕾莎斯特这个花盆的根部呢，装饰了2棵植物，其中一个是梵根，没想到它现在也已经开花了。
这是一种紫红色的繁根，它其实挺适应这种背阴的环境，长得很茂盛。它开出来的是这种星星点点状的絮状花，非常的灵动。同时呢，我在这个花盆里面也种植了一个垂钓的风铃花，它算是一个半落叶的植物，在冬天许多叶子会枯黄，我把它基本修到离土面只有10厘米的地方，然后它从春天会重新生长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希望您会喜欢，同时也希望您能点赞订阅，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